么讲什么呢？讲能量疗愈的体系。因为大家在我这里学习就是2大个板块，第一个板块叫意识觉醒，第二个板块叫能量疗愈。那么意识觉醒呢，就是偏智慧意识的提升，认知的提升，认知边界的拓展，偏智慧。能量疗愈就是偏能量，偏疗愈。那我说了，一个人想要觉醒，能量和智慧是缺一不可的那么今天我讲讲能量疗愈的一些理论因为直播很少讲，因为不能讲只有一半可以讲。那我们的能量疗愈，那当我们讲到这个西方的能量疗愈或者身心灵体系里的能量疗愈，大部分的体系我们都是围绕脉轮进行的。那脉轮是一个西方的词汇，那在我们东方有一种说法就叫气脉，其实就是你身体不好，身体堵了其实本质上就是气脉堵了。所以能量疗愈我们是围绕脉轮来进行的。那么你的脉轮是什么呢？脉轮是围绕你的脊柱旋转的一个气脉。那如果这个气脉堵了，你身体的枝枝叶叶就都堵了。甚至在我的疗愈体系里，其实我上课的话，我比较少的篇幅去给大家讲情钱这些话题。比如果我上4天课，可能讲的部分只有1个小时，但其他时间都在通身体，就是疗愈自己内在的部分。为什么？因为如果把你的身体比喻成一棵大树，你的气脉就是你的脉轮，它就是树干的地方。等于说我们要明白一个道理，通自己要通树干，对不对？如果你在家里养一棵树，你是给树干和树根浇水，还是天天在那儿剪枝剪叶呢？那所以我们的身体其实通身体也会改变你的外向。如果你的身体很堵，你外面事情不会顺利。身心灵和你的事业情感身体它都是连着的就一个人身体健康不好了，他想事业做得很好，可能吗？不可能。一个人跟家庭里的关系一点都不和睦，我们讲家和万事兴，那情出了问题了，事业能好吗？不可能，这都是联系的。所以我们的身体其实就是你的这个中脉的部分，它是你的树干。那么你的情，你的物质，你其他生活中发生这些纠缠这些事情是什么？是大树的哪个部位是大树的树枝和树叶。所以为什么我直播就是必须要很长时间的让大家静心。有一种人我帮不了，就是头脑里边还没有纠缠够，为什么还没有问够，撞墙还没有撞够，我执还不让自己足够痛苦，没有办法闭上眼睛，哪怕闭上眼睛躺下来待在这个直播间的人，我没有到因缘去帮助他。只要你能够回到自己内在，在这儿闭上眼睛，哪怕你在我这儿睡觉，我都可以帮到你。但如果你在这儿1秒钟都安静不下来的人，我帮不了那就继续去折腾吧，折腾够了再回来。因为我们焦虑的那些事儿全是树叶，但事实上你要明白，就算你不学更深的东西你不学更深的东西，只在你3维这个项上找到根源。哪里是根源？你的脉轮是根源，你的身体是根源。因为你的身体太堵了，所以你头脑非常焦虑。因为你的身体太堵了，所以你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一切都是在自己内在的。所以当我们身体通了之后，你的枝枝叶叶就会改变。比如说海底轮就代表你跟物质世界的关系，脐轮代表情执，你跟所有人的关系，太阳轮是你跟自己的关系所以我给大家说一说这些。因为基本上我直播的时候感受到什么是心轮最堵，但是大家不一定是心轮最堵哦，基本上是喉轮往下面堵就下面的4个脉轮是可能堵的概率非常大的。而且对修行感兴趣的人，我有非常多的测试脉轮的临床经验，因为我上了3年线下课，3年多线下课，我有非常多的测试大家身体能量场的临床经验。大部分对修行感兴趣的人上面比较开，心轮下面堵然后但是呢，人和人之间负能量的这种感染和攻击都是大部分时候是从心轮进来的。什么意思？比如一个人负能量跟你吵架，你哪里最先堵，最先有感觉，都是先堵心轮。就是比如说你回想一下别人跟你吵架或者纠缠的过程，你有没有一种胸闷气短的感觉？你不知道哪里是心轮，但是你回想一下，有没有别人一惹你，你如果内观身体，就是先是胸闷气短第一个反应。
虽然负面情绪会堵在肚子里面的某些地方，但是你的第一反应都是心，所以我们的心是很堵的。那你说你的情和你的各个方面怎么能不出问题呢？因为这是一个爱流动的地方，没有爱流动，关系怎么会不出问题啊？所以我今天直播的这个时间里，我给大家讲的部分是什么？是脉轮它的心理功能，就是其实你可以看见自己的一些模式跟功课，你生命当中在成长过程中有哪些心理模式、精神上的模式，会导致哪些脉轮产生堵塞。在我讲的过程中，你就可以去做心理部分的自测了，就是你就会找到一些问题的根源。好，但是我不能讲的是脉轮的生理功能，因为我没有那个就是这个什么什么疗的这个资质，所以我不能说身体的部位，大家理解啊。但是我一会儿关播那个部分很快就说，然后我就告诉大家每个脉轮连接哪个部分。其实大家就算不订阅我的课程，我的课程上面都有免费试听的那个试听的部分，有很多精华的理论啊。如果你听过的话，这些东西你是听过的，因为这些东西我经常说，但直播间说的少啊，不能说。那我们就从下往上说啊，就是你的身体里面呢是有7个脉轮，这叫三维的7个脉轮的体系。这7个脉轮就是你的树干。我想告诉大家，你感觉到外面产生了很多问题，当你回到你的内在的时候，你的树干堵死了。你的树干堵死了的时候，外面的事情跟你的身体就会产生问题啊。那么这个树干里面有哪7个位置啊？最下面那个位置叫海底轮。啊，不要问我它在哪儿，因为会说到一些部位，我不能说。你可以去查一些图片，它就会写啊。它就是你的根轮，它是跟大地母亲连接的能量。那么这个地方代表什么呢？它代表的是安全感，同时代表的是你与物质世界的关系啊。其实海底轮代表不是金钱，但是很多人会解读它等于金钱，其实不是啊。它代表的是安全感。是物质世界的关系，只不过人类有一个信念，认为有钱就有安全感。但是我见过很多特别有钱，但是没有安全感，海底轮也堵的人啊。所以有安全感会不会容易赚到钱？会，但是有钱一定有安全感吗？绝对不一定。所以海底轮代表的是我们跟物质世界的关系，所以它总的代表就是说，你在这个地球上活的有没有安全感，有没有生存下去、好好活着的意愿。如果你在地球活得开心啊，你非常的接地气，活得很开心，这里比较容易打开。那你跟这个频率，这个地球的频率，你能够接得住它，活得开心，它打开，能不能比较容易的显化你跟物质世界的关系？当然会啊，所以它贡献给你的事业，你跟物质世界的关系啊，你会赚钱会更容易，你可以靠吸引力啊，所以学疗愈做冥想。当我发现我跟钱关系不好了，回来通海底轮，我都不会去打电话呀，去找人啊。如果你有这方面的困扰，你就去通你下面的3个脉轮，安住当下。但是呢，不能躺平啊，活在当下不是躺平，跟随灵感去行动。就是你的身体很通的时候，你会有很多的灵感啊，比如我就会有灵感啊，我就去做冥想啊，去做课程啊，去做短视频啊，来直播啊。都是身体越来越通，你的灵感才会越来越多啊。所以这是海底轮。生理上的我不讲啊，关播之后我会录音，大家去听回放。如果你不懂的话，如果你懂的话不用听啊。好，然后再往上，第2个轮叫脐轮，在我们的肚脐到肚脐下方3寸左右。那脉轮呢，它不是一个确定的点位啊，因为它是围绕你的脊柱顺时针旋转的气脉，所以每个人的位置不太一样，它像是一个能量漩涡。如果你那个地方通的话，当我们去测试它的时候，它就像趵突泉一样有气儿冒出来。如果你那儿堵啊，你是测它的话，它就是堵的啊。那这个脐轮这个地方，就肚脐到肚脐下面3寸左右的这个地方，代表什么呢？代表我们的情绪和情职功课。这里的情职功课不是单指感情和婚姻、爱情和婚姻，是指你跟所有人的关系。包括到你的原生家庭，你跟孩子的关系，你对所有情感的执着啊，所有情感关系上的障碍，人际关系以及负面情绪的积累，都会堵到脐轮。就是成年人的大肚子，并不单纯因为代谢变低了和吃的太多，
成年人的大肚子很多时候堵了情绪。那情绪是什么？情绪是一口又一口不顺的闷气堵在你的肚子里。所以有的人肚子大不是脂肪，都是气体，就是一团一团暗沉的负能量，是气体胀在肚子里面。所以你开始疗愈之后，你会打嗝，会排气，会有一些反应。大家坐在我直播间，很多人就会跟我说会打嗝，会排气，对吗？你哪来的气呀？你今天出去着凉了没有啊？哪来的呀？很多时候都是你身体里面原本堵的那些，在高频率的震动下，它被激活了。治疗比发病更疼痛，它被激活了，所以你开始有反应，你能觉知到身体的不舒服，非常的恭喜你。人如果要是走到生大病的地步，就是麻木，不知道哪里疼，疼到不行了才知道。你现在打个嗝，你都看见自己了，非常的恭喜你，这就是一种觉知，是一种能量的提升跟觉知的提升。所以当我们淤堵了负面情绪，就会堵到你的脐轮，所以负面情绪你得不到清理和排解，你的肚子就会越来越堵，越来越胀。如果没有安全感，你下面也会堵到然后再往上，我们的太阳轮太阳轮在我们的这个地方就是脐轮再往上一点，脾胃的这个地方然后它代表的是你和自己的关系。太阳轮的功课叫做接纳自己，活在当下，所以它相反面向的功课叫做自我评判和活在焦虑里，就是头脑很大。有没有同学对自己评判很深？那你就会影响太阳轮周围体系的运转所以那天有同学说暴食，对不对暴食肯定太阳轮就堵了，因为就自我评判很深嘛。然后你那种自我评判就会让你消化不好知道吗？怎么拥有死吃不胖的体质？就是冥想跟修行会真的带给我们很大的奇迹很多时候就是人的痛苦来源于思想负担思想负担太重了。就我爸爸，比如我父亲，他不懂什么我讲的这些体系但是他都能对应到自己的理论上比如我说这个，他就会跟我说，对就没有思想负担了嘛。人就是思想负担太重，其实就是一个意思太阳轮的功课就是出离头脑，活在当下，然后化解自我评判，学会接纳自己。如果你评判很深，你这里就会堵塞那么心轮是什么？心轮是代表爱的流动的管道。那这个爱的流动的管道，它是双向的管道，给出去的管道是你付出爱的能力，收回来的管道是什么呢？收回来的管道是你接收爱的能力。有没有人别人对你好，你都不好意思，你对别人好，你可以，永远不愿意欠别人一个人情，就是别人欠你可以，你欠别人不行。这是非常短浅的人性的认知。这个话题我记得我好像直播的时候分享过所以你特别会给出爱，但是你拒绝接受，无法无条件的接受别人对你的好，抱歉，你的心轮也会堵塞，因为你干涸了。你是一个人，你不是源源不断的太阳，你真的不像宇宙当中的太阳那样永远在那儿，它的光永远都发挥不完。我们是一个人，我们的容量是有限的，如果你只给不收，那里就会堵。或者一个很自私的人，他只收，不懂得无条件的去付出去布施，这里也会堵。所以它是一个爱的流动的管道，是爱的流动才会让心轮打开。所以你可以回看一下今天的感受，心轮很堵，你的心轮是怎么堵的那怎么堵上了？从小到大我们都不在爱的模式里长大，我们在评判、要求、比较的模式里长大。为什么？很简单，可能我们的父辈他们也不懂得爱，他们的心轮也是堵的。一个心轮堵塞的人怎么会以爱去教育自己的小孩？所以我们从小到大都是在评判、索取、要求中长大的，这个自然而然就关起来了，从来都没有爱的流动。同时心轮后边的那个后心轮的地方它代表的是我是否在这个世界上可以得到肯定，我的意志和世界的意志是否合一。就是一个总是被否定的小孩，他的心轮就会关闭。如果你在你的人生的成长经历中，你总是被否定，心轮也关了，或者就是得不到爱，不会这个爱的流动，心轮也关了这是心轮。就今天就感觉到心轮的堵塞心轮的堵塞。
那么再往上是我们的喉轮啊，喉轮它代表的第一是沟通表达，这个大部分人都知道，就是你沟通表达被不被听见，你能不能顺畅的沟通和表达自己。那如果一个小孩他从小到大他说话总不被听见，说话总不被认可，他慢慢就不想说了，他也会这里会关起来。同时喉轮还代表我们的就是社会价值感啊，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活得有没有价值感，因为活得有价值感的人会说话有底气啊，所以当你在这个世界上活得有你的价值，哪怕你只是做一个家庭主妇，你也很有价值啊，去认可自己的价值。哪怕你什么都不干，你也有价值。你活在当下，你贡献给这个世界的能量正频就是你的价值啊！不要活在人性的那个认知里边，总认为赚钱的人才有价值，并不是这样的。在我看来，做家务，天天做家务，比赚钱更难啊！每个人擅长的点不一样啊，大家想想是不是这样的？你有时候因为我们人性的认知嘛，觉得那个社会价值感是赚钱，但是不是？每个人都在每个人的位置上，我们要恰恰看到很多位置不被社会所看见的位置，其实更辛苦。真的拿那个位置跟你换，你不见得会愿意。所以肯定大家的是，无论你在生活中活在哪个位置上，你都要学会回来自我肯定。自我肯定，承认自己的价值感，才会让你的喉轮打开，不是去找别人肯定自己啊。所有的疗愈都是回来自我接纳、自我肯定、自己爱自己。那眉心轮代表什么？眉心轮向前代表的是价值观，向后代表的是执行力啊。所以当一个人的思想非常的积极、非常的正面的时候，他的前眉心轮就会顺时针转动，就会打开啊。然后如果从下往上都通了，一个人慢慢就会有执行力啊。当然有的人是天生的性格，有的人就是急性子，有的人就是慢性子。但是哪怕是慢性子、行动力很弱的人，当他找到自己热爱的事情，他也会行动起来的。如果本身是慢性子，但是又很有惰性啊，大概的原因就是因为身体太堵了，第一，第二，没找到热爱的事情。如果一个人身体很通，又找到热爱的事情，很简单嘛，做那件事儿比现在躺在床上睡觉更让我开心。你说你会不会动起来呢？这是非常简单的道理啊。所以眉心轮代表的是价值观和执行力，然后顶轮代表就是开悟和觉醒啊，连接更高维度世界的大门。那么像眉心和顶轮在我们能量疗愈里面，我们就讲说要先通下面，不要太多的关照上面。很多人走向修行，并不是因为精神世界出现了问题，而恰恰是因为物质世界出现了问题，又想要去精神世界得以逃避，那你是修不出来的。所以我们先要解决的就是物质世界的问题啊，我跟物质世界的问题。如果你有一个别人养活你的剧本，你可以不用赚钱，好好修行。如果你没有，你需要赚钱去养活自己啊，这就是现实的功课。因为你在地球上活着，不管别人养你还是你养自己，你先得解决自己的基础需要，才会有一个基本的人性的安全感，然后再谈其他的安全感。那么我们走上修行，很多人呢是脐轮的问题，是情际关系的问题，是情执，是原生家庭，是跟孩子的关系。你看，又在下面，又不在上面。然后当然呢，很多人同时伴随一个问题，深深的自我评判，不能接纳自己，又在下面。所以基本上是疗愈肚子的，知道吧？能量疗愈要先疗愈肚子。如果你下面3个脉轮都是畅通的，你已经可以在这个世界上活出极乐和自在了。你跟人没有问题，你跟物质世界没有问题，你跟自己没有问题。心轮的爱是大爱啊，自爱，自己爱自己，自我接纳，太阳轮就够了。所以下面的功课都是先要去做的，好吧？然后这个生理部分我不在这里讲了，但是我会继续录音，等一下啊，我先暂停一下。那我先告诉大家做什么练习啊。我这里的练习就是冥想，然后诵经，基本我做的功课就是打坐、冥想、诵经。你也可以去探索其他的功课，但是你要了解你的身体啊，你要了解你的身体，这是疗愈的部分。因为你身体很堵，天天去学大道理也不行啊，或者是你什么都不懂，但你天天打坐，它能不能慢慢开也可以啊。所以我这里的方法就是我们有一个能量冥想的那个课程
能量冥想的课程里面是7脉轮体系跟12脉轮体系和一些能量场整体进化的体系，比如火焰冥想之类的。那么如果你想去订阅这个课程，你就会系统的清理到你的脉轮，清理到你树干的部分。那如果大家没有条件去订阅，那么你就去听我们这个专栏里边的第一个试听冥想，昨天直播给大家放的那个冥想，大家有听到吗？昨天放了一个身体光能疗愈，你可以用身体光能疗愈去观想任意堵塞的脉轮，就是你可以那个冥想可以覆盖每个地方，你去用那个冥想可以去观想所有堵塞的脉轮，或者你就订阅那个专栏，然后去针对对应的脉轮去做清理。那大家会说，我不知道脉轮怎么哪里堵，是不是？首先就是你听我讲完，你就会对自己有一个诊断。比如说你是不是自我评判很深的人？如果是的话，你就问都别问，你就抓紧去疗愈太阳轮。你是不是一个在情职上有很多困扰，然后总是积压负面情绪的人，那你就要去疗愈脐轮。你是不是一个总是自我牺牲，然后内心感觉到都已经掏空的情况，爱没法流动的，那你就去疗愈心轮。就首先听我去讲，你会对自己有一个诊断那其次就是我们那个专栏，如果订阅课程的话，里面有脉轮自测的视频，就是你可以用非常专业的方法去自测它用到一些工具那个就是可以去那样会更准。因为如果听我讲完了自己去做诊断，其实准确率可能5%、60%、60%-70%，但也可以但是可能没有用工具去直接测你那里，你这里有没有气脉在转，就是工具一上身，就是这里有没有气脉在转，你就知道那里堵不堵所以这是方法跟路径然后大家可以呢平时呢也听一些高频的音乐或者高频的经文，它会对你的能量场整体净化就是从根源上讲，身体的问题从来都不是三维的事儿，三维是解决不清楚的，解释不清楚的比如说为什么会生这个病因为空气质量不好，那所有人都生活在这个空气质量里，怎么有人长命百岁，有人就奄奄一息呢？对吗？三维说不清楚的从我们疗愈上讲，我们说这个根源都是在我们的光体上、情绪体上，然后在我们的这个业什么什么什么力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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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轮上从我们东方的这个修行法门讲，也是在这个层面，都是更究竟的投影源的层面，不在这个身体的相上所以对症下药，你就要懂得一些更高维的方法，但是三维的方法也用。比如说生病吃不吃药该吃可是就是等于是说你多了一些法嘛，你懂三维的方法，你再懂一些究竟的方法，辅佐起来去帮助自己去疗愈因为讲一下这个体系，大家可能知道你的着重点在哪儿那除了能量冥想，我们还可以去做抚摸疗愈男性、男孩子、男同学不要觉得不好意思觉得我一个大老爷们儿，然后摸着我的心轮跟自己对话，太娘了这事儿我跟大家说一点都不娘。男人也是需要那个阴性的能量，女人也需要阳刚的能量最后修行我们是阴阳合体。比如我在这里打坐，大家感觉我刚不刚？刚我内心是很刚的，但是看我外表柔不柔？柔阴阳合体，该撒娇的时候撒不撒？撒呀然后该像一个老师的时候像不像？像人是一个这样完整的状态所以我们的那个抚摸疗愈，包括男性也好，女孩子也好，因为抚摸疗愈它是连接触觉触觉就是连接心轮的，海底轮连接嗅觉，脐轮连接视觉，太阳轮连接味觉，心轮连接触觉，喉轮连接听觉，眉心跟顶轮连接超感知觉所以当我们去跟自己的身体去进行与细胞的对话，用觉知跟爱疗愈着你的身体的时候，你的身体会感受到爱，这个触觉的连接就直接让心轮打开。所以你内观身体，或者你用手去感受你的身体，你的身体的负面情绪就开始释放了，心轮就打开了你的眼眶都会湿润不要觉得向内去关心身体疗愈是一件这个难以启齿的事情
人呢，只有内在的能量疏通了，外在的世界才能有无限的扩展啊。如果你内在的能量堵死，这些情绪、这些能量它无法流动啊，那么你外在的世界的成功，说句实在话，是你过去福报的划线，但是划线到一定程度没了，那堵死了，没了就没了啊。所以自己要通，你才能源源不断。就像这个是大树的树干，你坐在这里做的所有练习都是在疏通你的树干，树干要疏通，树根要经常被浇灌，你的生命才能枝繁叶茂。如果你不懂得回来疗愈你的身体啊，疗愈你树干和树根的部分，外面都是虚空一场啊。当然怎么通，外面也是虚空一场啊。但是身体好一点嘛，第一，我们多点时间去成长自己，去修行，去学习更多的智慧啊，去贡献更多的力量。第二，身体好一点，少吃点苦啊，就是说你能少吃点苦的成长，那肯定是开心的嘛。因为痛太大的时候，很多人承受不了，所以你会了一些方法，就是当你的觉知比较好的时候，这里就好像说这里疼一点，你就看见了，你就疗愈它了，它就不会发展的更大，它就会流动起来啊。感冒了，你就懂得爱自己了，你就不用发烧啊，你就不用生更大的病，就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啊。但是修行不是创造喜悦的外境，这是非常粗浅的层次啊。修行最终还是回来修一颗如如不动的内心，对于多大的问题都能如如不动。我非常开心的是，我已经见到过好几个同学，他们身患重症，但是活得活蹦乱跳的啊。生病对于他们而言是一种极大的唤醒，生病之前可能还没有觉醒啊，生病之后，生病之前像生病的人，生病之后根本不像生病的人。我见过得癌症的同学，然后他不说，你根本感觉不到，活蹦乱跳，非常的快乐，非常的在当下，每天打坐，每天冥想，每天诵经，大脑的杂念越来越少，如如不动啊。但是如果没有这个经历，可能走不到那天。所以什么事情都不是坏事，就是在这儿练习这份力量，不是为了我们所有人长生不老啊，不是啊，是为了，还是说回来，为了你拥有那颗如如不动的内心，面对所有外在处境都能如如不动的内心啊。因为每个人生命该体验什么，不是我们任何人可以干预的。所以我想带给大家的这份力量，是唤醒你的内在那颗如如不动的内心，让它有力量面对外在所有的处境当中的不和平。在这样的基础上，如果我们有一些方法让你的身体更好，让你的事业在这个相对三维宇宙内更顺利，让你的情感关系更和睦，这是我愿意做的事情。但是这不是我的初衷。觉醒于空性，觉醒于自己内在如如不动的如来本性，才是我的初衷啊。因为总会有人顺，总会有人不顺，不会每个人都一样的。但是无论你面对什么，你有力量就可以。好，然后这个生理部分我没讲啊，那么我会继续录音，好吧？然后就比如说打比方，比如说太阳轮就连接你的脾胃肝胆什么的啊，胰腺，然后心轮连接乳腺啊、胸腔啊，哎，你就会找到根源啊。像女性的病都是缺爱和情绪的病啊，男性的病有时候就是固执啊太自我了呀这种情况。那后面的部分我继续录音。那接下来给大家补充的讲一下我们的脉轮连接的生理体系啊。咱们的海底轮呢，连接的是我们的大肠、排泄系统、全身骨骼、下半身肢体、身体较硬的地方，比如说我们的牙齿跟指甲。然后呢，比如说大家会有一些便秘呀、腹泻的问题，这就是属于排泄系统，或者有没有手凉脚凉的啊，特别是这个脚部冰凉、腿部冰凉的，然后这都是属于海底轮。包括骨骼，有没有人是颈椎疼？看，如果你颈椎疼的话，你要感受一下是皮肉疼还是骨头疼。如果咱们是骨头疼，那就是在海底轮上啊；如果是皮肤和肌肉，那就是在太阳轮上。
好，然后呢，我们再往上说是脐轮，脐轮连接咱们的性腺相关系统和双肾，就是我们的肾脏。性腺相关系统，我们女性就是子宫、卵巢，男性就是像前列腺、睾丸这些我们的性腺相关系统啊。那有人说性是海底轮，这是一个不对的观点啊。我们的性是连接我们的脐轮的，为什么？我们想一想，如果我们作为一个妈妈怀孕的话，我们在哪个脉轮给孩子输送营养的呀？恰恰是我们的脐轮，因为孩子的肚脐上面有一根脐带连接着妈妈的胎盘，然后在妈妈的这个子宫盆腔里边啊，那么就是等于是说通过妈妈的脐轮在孕育营养，然后通过脐带传递给孩子的脐轮，所以是脐轮在孕育生命。那么因为脐轮是连接我们的性腺相关系统的，所以大家如果是特别是女性有这种妇科病的，这都是在脐轮的这个位置上，或者是大家这个情执关系比较功课纠缠很多的，也会堵到我们的这个脐轮，以及负情绪、负面情绪的清理都会堵到我们的脐轮。然后再往上是咱们的太阳轮，太阳轮连接的身体体系是我们的脾、胃、肝、胆，然后我们的胰腺、小肠，然后我们的全身皮肤和全身肌肉系统啊，比如说大家脸上长痘痘的，然后都会伴有一个情况，就是自我评判很深，因为太阳轮就是我们的要练习自我接纳，化解自我评判，然后活在当下，所以皮肤问题是太阳轮啊。然后像你皮肤发疹子，其实都是太阳轮在帮助你在排腹，或者是你从小就有一些皮肤问题，这都是在太阳轮的这个根源上。好，然后是我们的心轮啊，心轮连接我们的心脏、胸腔、乳腺、双肺，我们的腋下淋巴，我们的手臂，手臂上有一根心包经。那么男性没有这个乳房，但是其实男性也是有胸腺的。所以我们女性的这个乳腺疾病是什么？女性的这个乳腺疾病就是缺爱的病，是心轮堵了。所以如果你心轮堵了的话，就是胸腺、心脏，然后这个双肺这些地方它就会堵塞啊，然后小堵出小问题，大堵出大问题。然后腋下淋巴，比如说有没有同学有这个胳膊比较粗蝴蝶袖啊，那么就可能你腋下淋巴堵的话，能量疏通不过去，你上半身就会变胖。所以我的身体越来越健康，包括慢慢的瘦了很多很多，但是非常的有力气，而且我每天也会去做一些运动，会去游泳，然后打坐诵经，这样子的就非常有劲儿这种状态。但是我根本就再也没有去很用力的推拿过它，按摩过它，或者是健身房去做举铁的训练，其实只是因为气脉通了，心轮连接腋下淋巴这些地方通了之后，你的身体就会该瘦的地方就瘦下去，该胖的地方胖起来，它就会走向更好的一个状态啊。这是我们的心轮。再往上是喉轮，喉轮连接我们的喉咙、甲状腺、颈部淋巴。那么这些地方有问题的话，你就明白是要疗愈你的喉轮的。然后再往上是咱们的眉心轮啊，眉心轮呢管我们的脑下垂体、内分泌系统、面部神经。眉心轮为什么管我们的内分泌系统？因为我们的思想会决定我们的内分泌啊。比如说我们女性会有这个生理周期，你的思想意识会不会决定你的影响生理周期？会的。如果一个人思想信念非常的负面，当然他的身体就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内分泌会变得紊乱。所以呢，很多病啊其实是心病啊，不是纯粹生理上的。如果你心能调好，其实身体大概率都会痊愈的。如果你不调心，你就是中医西医吃什么药都差点意思。那再往上是我们的顶轮，顶轮是掌管我们的这个全身的神经系统以及头部的神经系统啊，所以有的像这种神经系统疾病、神经的紊乱，其实就好像它顶轮打开了，然后有一些能量干扰进到身体里面去，搅乱这个身体的磁场。所以我们在疗愈里面，我们是会活化顶轮，但是我们会有意识的让顶轮关闭啊，就是一个意念让顶轮收回来，或者是通过一些经文去保护自己的能量场，比如说像金刚经、楞严咒这样的经文，它都是一个白伞盖的作用，就会加固你的能量场。好，这是脉轮的一些生理功能，所以大家对应到心理功能和生理功能，你可以去有一个内在的一个自测啊，希望大家有自学的能力，就是我都已经讲完了，大家要回来自测啊，而不要再去问说，哎，我这个对应什么，那个对应什么啊？不懂的话多听几遍，自己去分析自己的身体。好，那么
如果大家想用这个我们的课程里的方法去自测的话，我们的能量冥想系列里面是有教怎么测试脉轮的和一些具体的疗愈的一些冥想啊。那除了冥想，我们也可以去探索一些别的方法，总之都是会疗愈到你的身体的，大家喜欢的都可以哈。那么我再给大家来讲讲这个疾病的根源啊。疾病的根源呢，根本不是三维相，刚才前面我们也讲过了啊，三维层面解释不清楚很多的问题。那从疗愈上讲，我们叫做这个疾病的根源是积累在我们的光体跟我们的灵性体上的，那么包括我们的业力轮。我们如果讲到5次元12脉轮体系的话，在我们头顶上方有一个脉轮叫业力轮。所以我们的冥想是什么？我们的冥想基本上都是光的冥想和火焰冥想，基本是5维以上的频率，它净化的完全是你的灵性体、光体、业力轮这些体系，然后你的投影源好了，你的3维相就好了，它是这样的一个逻辑。所以为什么大家说做这个冥想身体感觉会通啊？因为这叫降维打击啊，这叫降维疗愈。因为我们在疗愈的体系里面讲，我们就不讲疾病的根源是3维的身体，身体上面产生一个包，产生一个肿瘤，它都已经从虚病变成实病了，而这个实病的背后是它的能量的淤堵。所以那个淤堵的感觉是什么？其实我们身体的淤堵就是有一团暗沉的气堵在那儿了，然后它本来是虚的，就是能量体，慢慢就堵实了，就变成一个疙瘩，一个结啊，然后一个包，一个肿瘤，它慢慢就变实了。所以从疗愈上讲，我们说疾病的根源存在于你的情绪体、你的光体、灵性体、业力轮这些层面，所以是去对这些层面去做清理的，然后以及内在的自我意识啊，比如说你自己天天跟自己的身体说我好讨厌你，跟你天天跟自己的身体说我好爱你，它绝对不一样啊。那么从佛法上我们讲什么呢？一切疾病的根源是业障，大家也经常听这个问题，对吧？但是一听这个词好害怕呀，又回来自我评判了，我怎么这么不舒服啊？我造了多少业？首先我告诉大家，能来听这堂课，或者你走在觉醒的路上，你都不是业力深到哪里去的，你如此的有福报跟慧根才能听到这堂课。那么业力纠缠的清理呢，我们冥想里边叫做紫火能量清理冥想，然后呢或者就是用一些经文的方式啊，儒释道的一些经文，他们都有去清理业力纠缠的作用，那么大家根据自己的喜欢去自行选择。那么最后希望大家都能够成为自己的医生，能够成为自己的疗愈师，能够有力量了解自己，然后能够坚定地走在这条修行的路上啊！祝愿大家一切顺利，但是又不是为了顺利，而是为了修炼那颗如如不动、宠辱不惊的内心。祝愿每个人